就看世界now。你想进入外商或是科技公司工作吗？你是不是也听说，只要疯狂的刷力扣，或是把演算法背得滚瓜烂熟，就能拿到 offer？ 如果你的目标是 Google 或是 Meta 这种科技巨头，那肯定没话说。但身为一个在德国科技业打滚多年，目前也担任面试官的人，我今天想从面试官的角度，而不是面试者的角度，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真相，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公司，包括我所在的团队，我们在寻找的往往不是最会解题的人，而是最懂解决问题的人。如果你只专注在刷题，却忽略了接下来我要讲的3个重点，那你很可能在面试的第一关就会跟很多的好机会擦身而过。大家好，我是勋，我在德国医疗 DNA 基因定序领域担任 Tech Lead 兼系统架构师。我不只是写程式，更多的时候我是坐在桌子对面，决定要不要录取你的那个人。今天我想要再次戴上面试官的面具，和你分享3个我挑选团队伙伴的真实标准，特别是最后一点虽然很多人技术强到天上去，就在这一关栽了跟斗。首先，我们不谈技术，来谈谈一个最基本，但却最常被像我一样的技术宅所忽略的点：你适合和人类相处吗？我知道很多大神技术很强，但为人却非常的不怪。我在德国面试过不少人，说实在，在怪人的比例上欧美真的比亚洲多非常多。我遇过那种履历完美，但一进会议室一说话，那个亚洲病的这种口腔异味，或者说好几天没洗头的那种油垢味就是直接会让我很想结束面试。就举个最真实的例子在我之前工作的公司有一个大神级别的人物，他呢什么都好。但是他身上总是有一股那种男生国中时期夏天每节下课出去打篮球，然后那个身上的汗就把制服弄得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然后到了下午那种非常难以言喻的味道，只能说每天上班都是种煎熬。心一跳，爱就看世界now。这听起来很肤浅吗？不，这其实非常现实。当然，我不是在选美，也不是要找社交大师，但是我面试时候脑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永远是：我有没有办法忍受未来几年每天跟这个人相处8个小时？说句实话，你跟同事相处的时间，可能比你跟老婆、女朋友甚至小孩的时间还要长，对吧？所以如果你讲话尖酸刻薄、不修边幅、无法沟通，就算你code写的跟屎一样，我也很难录取你，因为code可以重构，但人的习惯往往才是最难改的嘛。好，确认你没有异味之后我们就来谈谈技术面试的怪现象。我知道技术岗位很流行考白板题、考演算法。如果你是去 Feign 去 OpenAI 做机器学习，那考演算法非常合理，因为你的工作内容可能就是改进甚至是发明演算法。但是我看到德国有一堆的公司，特别是新创公司，做一个卖2手车的网站卖咖啡的 App 甚至是简单的区块链应用，也要跟风学 Google 考白板题或演算法，这不是有点搞笑吗？就是面试的时候要求你有进 NASA 造火箭的能力，结果进去之后每天工作只是在拧螺丝，就是调试 API 做资料库的 CRUD， 对不对？这种面试我也经历过，除了浪费时间外，通常这类公司的薪水福利也远不及那些上市公司吧。所以我面试人就很不喜欢考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了。所以如果你也受过演算法的荼毒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经验，我们可以互相取暖一下。那当然你会问，嘿不考演算法，你怎么知道它技术好不好？这就来到今天的重点在 AI 的时代工程师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？平心而论，写演算法写排序、写基础函数 ，AI 写的都比你快，比你好，还不收加班费。所以我平时面试时就很喜欢丢一个我已经做过，而且跟公司业务相关的任务 ，take home assignment， 让你带回家做1周。我知道99% 的人都会丢给 AI 写，但无所谓，这正是我的目的。AI 能给你完美的code，但魔鬼是藏在细节里。我的面试通常是从你交卷之后才开始的。我会问你为什么这里用这个 protocol？ 如果流量爆了，这里会发生什么事？
因为我相信啊，这个时候只有底层基础扎实的人才回答得出来。我希望要找不只是会写 code 的人，而是能帮 AI 纠错的人。这需要你懂底层原理。我举几个例子好了，网络协议 protocols。当 AI 帮你写了一段资料传输程式码，结果上线后偶尔会掉封包 ，AI 不知道你的网络环境不稳，但如果你懂 TCP 和 UDP 的差别，你就会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可能为了数据的完整性，我们不应该为了快而牺牲握手确认机制的。或是呢，当 AI 写了一个完美的 SQL 查询，结果多个用户同时使用系统是卡死的。如果你不懂资料库的事物隔离级别，那你根本就不太可能知道 AI 写的 code 哪里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发现了吗？这些其实都不是类似于如何最快搜寻每可数节点这种学术的问题，这些都是系统的稳定性啊、安全性以及出错能力。就是一个比起花3天把演算法效能提升1% 的天才啊，我觉得一般来说，我们更需要一个能一眼就看出 AI 这里写的有安全漏洞的工程师。最后啊，来总结一下，如果你的经验或是能力在业界还不是那种出了名的大神级别，我认为在面试时啊，这几点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。第一就是把自己打理干净，做个好相处的人。第二个就是不要把时间和精力全部都放在刷题，除非你原本的目标就是只有美国头部的那几间科技公司。第三个啊，就是把计算机概论、网络原理、作业系统里面的基本功练好。AI 可以帮你盖楼，但地基稳不稳，目前一定程度来说，还是得靠人工来检查。最后，我是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非主流的面试观点，或者想听更多德国的职场内幕，别忘了订阅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悄悄。